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人威仁律师。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法律、新闻、社会和生活经验的看法和感想。如果你想听听一个普通人的故事和观点，那就请继续听下去咯。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上周受瞩目的个资跟资安新闻。那本周要聊的事件有3个，分别是欧盟法院的判决关于银行员工存取客户个人资料的部分。那第二个是日本 WOWW 公司它的个人资料外泄的状况，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他盗取全校学校学生的资料的案件。OK， 首先第一件事情，欧盟法院判决他对于员工存取客户个人资料，他表示了一些意见。那这个案件大概是这样子，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在2014年的时候，芬兰的 Pankki S 银行的一名员工，那他这个员工同时当然也是这一间银行的客户，他发现这个银行的其他员工在2014年的11月1号到12月31号期间多次查阅了他的个人资料。那他对于这些查阅是否合法这一个员工他有疑义，所以说他在2018年5月29号的时候，他要求 Pankki S 他告知什么？查阅他客户的这些资料的人是谁？那确切查询的日期跟为什么要查询这些资料 ？OK， 那我们再往下看。那在2018年8月的时候，他回复了 Pankki 回复了他拒绝透露进行查阅业务的员工的身份。那理由是因为这一些资料构成了查阅者，就是这些员工的个人资料。那另一方面，Pankki 有提供了内部稽核部门所进行查询业务的进一步的细节。他有去提到他为什么去查这些资料。他说，因为申请人就是这个前员工，现在已经是前员工了啦。这一个申请人，他在担任客户顾问的银行客户是一个债权人的同时也持有这个申请人他的债权。所以说，银行也要厘清申请人跟相关债权人是不是同一个人，以避免有利益冲突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Pankki S 他是有提出来，为什么他去查询这些资料，他的目的是什么。那另外，他有补充说，他现在已经厘清了这些问题，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去查询的员工都有去向内部稽核的部门去说明这些相关的情形。但很显然的，Pankki 他的说明是无法去满足申请人的，所以说申请人向芬兰的资料保护主管机关去提出申请，他要求命令 Pankki 向他提出他所要求的资讯。那由于这一些申请他仍然是被驳回，所以说申请人向芬兰行政法院提起诉讼，那他要求法院去解释 GDPR 一般资料保护规则第15条关于资料主体禁用权的范围到底在哪里 ？OK， 那就法院的裁定就是这样说的。他是说 GDPR 必须被解释为跟资料主体的个人资料有关的操作的资讯。那当然也包括了操作的日期跟目的，因为这些构成了这一个人就申请者他有权去从资料控制者获取的相关资讯，但是 GDPR 并不规定他必须去告知到底实际上是哪一个人去操作了这些东西。GDPR 并没有要求，除非这一个是谁去查的这些资讯是能够使资料主体就申请人能够有效的行使这一些赋予他的权利，而且是具有重大的要求关联、重大的关系。OK， 而且他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必须要去跟刚刚所提到的这一些内部查询者他的权利跟自由去取得一个衡平。那在确保资料主体，也就是申请人，他的权利能够跟被揭露的这一些人，他去查询的这些人，他的自由之间取得衡平的状况之下的话，他才可以去提供。那如果要产生冲突的时候，那可能就会倾向于
不需要去揭露实际上到底是谁去看的这些资料，因为重点是在于资料控制者、资料处理者是谁，他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下面的员工其实就我们的理解上来讲的话，其实他就只是一个内部的人员，他去确认这些东西，代替协助资料处理者去确认这些资料。所以从这个角度下来看的话，就是刚刚所提到的，除非有对于我们所谓的，除非对于资料主体能够去行使这些权利有重大关联，不然的话原则上是不提供的。OK， 因此法院认定，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是他认定资料主体是有权从控制者的地方去取得包括操作的原因跟时间在内的个人资料相关的资讯。但是欧盟法院也同时表示，除非对资料主体有效行使其权利是必要的状况，不然它其实是没有赋予个人知悉实际操作处理者的身份，因为这个时候必须要去考虑到实际操作执行者的权利跟自由。OK，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对，另外，法院其实也这地方要补充说明了，资料控制者他在从事银行业务，而且在活动的框架范围内去行事，而作为同时这个控制者的客户的个人资料，他如果同时是员工又是客户的时候，他并不会因为他是同时是员工又是同时是客户而影响到了他的权利。OK， 这是欧盟法院这边所补充的说明。所以说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基本上法院的认定是什么？没错，你有资料禁用权，但是你必须考虑到利益衡平。如果这种状况之下，跟其他人的权利跟自由产生冲突的时候，就必须把两者放在天平上去看，到底谁重谁轻。那我会认为啦，这个东西其实接下来我国在考虑，如果当事人决定要去行使所谓的我们的当事人权利的时候，就包括了查询阅览、自己复制本，以及去请求更正等等的相关权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角度下去思考，到底我们要给他揭露到什么样子程度才算符合不管是当事人权利行使或者所谓的资料禁用权的情形。OK， 第二件事情是关于日本 WOW 公司它个人资料外泄的状况。在6月30号的时候 WOW 公司它宣布，它旗下的影音串流服务发生个人资料有部分客户的个人资料外泄的情形。那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官方的声明来讲，他在6月22号发现这件事情，他就立刻采取了对策。那我们可以看到，他认为这件事情的发生影响的时间是从6月9号到6月9号的下午到6月22号的早上，晚上。那它这个使用的范围是关于影响的状况是，它在这段时间范围是使用网页浏览器登入它的用户，它可以在我的页面去看到其他使用者的一些个人资料。那可以看到哪些东西？这边可以看到，包括了契约类型啊、月费啊、下一个预计的计费日期、信用卡末三码、设备名称、付款历史记录、付款方法、观看历史记录、下载资料内容、收藏夹的名称等等。而且它还可以去进行信用卡变更、注册啊，跟其他的会员的手续。那根据他的调查，在当时他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受到外泄的风险的用户数量超过80879个。不过后来他的后续调查有更正，受影响人最多是大概44000多人，44144人。那它发生的原因，原则上应该就是因为在登录它的网站的时候，网络认证没有办法正确的去进行所导致的。那同时，公司也对应变的内容提出说明，包括在6月30号，其实它已经透过电子邮件去通知目前受影响的客户。那它对于注册资讯跟付款，它可能受到影响的客户，他在7月第2周，也就是这个礼拜或下个礼拜，他会再一次透过电子邮件去通知客户。那他同时也表示，目前仍然在调查事件全部影响的范围。那如果是因为这个是由于系统处理错误所导致的，所以说他已经有去看
目前在6月8号之前有没有发生类似的事件？如果有的话，它还会持续的在联络受影响的客户。而用户呢，可以在他官方网页上面获得最新的资讯。那目前除了这个以外，在7月5号的时候，他还有发了第二次的通知。OK， 他有在网站中可以看到，他提供了客服的电话跟联络用的 email 这些东西。那客服联络电话在这边可以看到是 OK， 受理的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8点。这个是他的所提供的电子邮件信箱。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我国的话，大概各自外泄的通知大概会落在我们可以看到《个人资料保护法》第12条，公务机关或非公务机关违反本法规定，个人资料被窃取、泄露、篡改或其他侵害的话，他应查明后以适当的方式通知当事人。好，这个地方会对应到施行细则第22条。OK， 我看一下。好，第22条这边可以看到，他说本法第12条所称适当方式通知，是指即时以言辞、书面、电话、简讯、电子邮件、传真、电子文件或其他足以使当事人知悉或可得知悉的方式为之。那如果耗费过巨的话，可以用网际网络、新闻媒体或其他方式公开。OK， 那通知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它必须是包括个人资料被侵害的事实以及已经采取的因应措施。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是个人资料保护法跟适应细则所提到，当事故发生的时候所要进行通知的方式跟内容要包含什么东西。那其实在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它有在更细致化所必须要告知的内容。那我们现在随便找一个网际网络零售业的部分来看，网际网络零售业的个人资料档案处理作业办法，这边可以看到在里面有提到吧，我看一下。好，他说你要告知的时候，这是整个应该要做的具体规定，我们看第二点，他要通知的时候，就是适时用电子邮件、简讯、电话或其他便利当事人知悉的适当方式去通知。要通知什么？当事人事故的发生跟处理的情况，以及后续供当事人查询的专线以及其他查询管道。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在这边后段来讲的话，跟日本那边的做法其实是一样的，我们要提供给他专线或者是其他的查询管道，例如其他的传讯管道，比如说刚刚看到的 email 的部分。但是这边比较有趣的地方是，日本那边做的很清楚的是在于通知当事人的事故发生跟我现在处理的状况。那为什么？其实这很大一个原因是在于当时在立法的时候，它的目的是要避免后续的状况持续发生，减少当事人可能会因为这样造成损失的情形。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的告诉当事人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目前处理到怎么样子的情形，接下来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你要怎么联络我，怎么问我。但是大多数的状况在我国的情形，很多时候我们会收到手机上的简讯，直接呈现说，亲爱的客户你好，本公司不会以任何方式通知您到自动柜员机进行分期付款、解除契约的情形。如果有任何状况的话，麻烦与本公司或与165联络。好，在这种状况来讲的话，这个其实只是一个警告消费者的情形，它跟法规我们这边也看到，跟法规其实有很大的落差。那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跟法规有那么大的落差？因为大家都害怕把自己揭露出来说，糟糕，我发生问题了，我个资外泄了，我要上新闻了。但其实上新闻不也是一种避免消费者把造成自己的损失的情形吗？避免消费者误信而造成损失的状态吗？而事实上，这个也是接下来我们在做行政检查的时候，也就是如果发生个资外泄导致需要进行行政检查的情形的时候，行政检查的那一端，他会花时间去确认，到底我们有没有老实的告诉消费者，跟我们告诉消费者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是我们接下来会去看的东西。OK， 第三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关于中国的新闻啦。他这边提到的是人民大学毕业生盗取5万的学生资料。好，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论坛，它出现说一个帮学生颜值打分数的网站。那这个网站呢是
由一个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的一名毕业生所制作的。他借由就学的期间，利用自己学生的身份去盗取学校网内的资料，然后将超过5万名的学生的照片、学号、学院、籍贯、生日、星座这样分类，把这些资料统整制作成颜值打分网站，让人家去查看。而这个网站在2014年的时候其实就启用了，其实已经这边所看到叫做3年，那实际上其实我目前所查到的资料大概是从2014年就启用了，到2020年仍然持续更新。OK， 那针对于这个部分来讲的话，那个研究生其实可以看得到，他从2015年开始，他就已经就读，到2014、2015年的时候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他先后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的技术的学士学位，跟计算机应用技术的硕士学位，简单讲就是一个技术工程师。那他在毕业之后，他目前任职于腾讯公司的演算法部门。那目前最新的消息，我们其实有看到是说，已经配合中国人民大学，他已经通报警方，而且警方已经开始调查。那公安分局已经把这一名毕业生依刑事拘留到警局，那接下来会对他做进一步的调查审问。那我们回过头想一下，就我国来讲，从台湾来讲的话，国立大学它在自动安全管理法，其实它是属于公务机关。那教育部其实也有针对于这个部分去发布，在110年的时候，我看一下，在110年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有发函去给国立大专院校，它提供了所谓的国立大专院校自动安全维护作业指引，那要求国立大专院校进行以下几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到，包括了资安长的配置，包括了自动安全推动组织，包括了资讯系统及资产的盘点，以及内部自动安全稽核的部分。那这个其实是自动安全管理法内所要求的基本事项啦。虽然说不是说做这些东西一定就没事，但是至少这是一个开始跟基础。资安跟个资其实永远是一个互动连接的状况，它是这样子重叠，它不完全相等，但它是一个重叠的情形。学校其实常常是比较很多时候啦，其实是比较弱的情形，对资安跟个资管理来讲，常常是这个状况。那其实回过头来讲，我国其实也是必须要针对于这样子的案件，可以做更多的警惕跟了解。OK， 以上是上周针对于受瞩目的个资跟资安事件。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记得订阅、按赞和分享，让更多人可以看到我们的对于法律、生活经验跟新闻的看法跟想法。那我是威仁律师，我们下次再见。